爬坡掉队，平路接回，崔哥的米兰在线点头冲刺，锁定赛段。彪哥再次收获了赛段第3。2025年的环多菲内呢，终于回归到正常的比赛节奏了啊！太刺激，怕我们顶不住。环多菲内的第2赛段依旧是丘陵赛段，204公里的全长，爬升2813米，整体的设置和第1赛段很像啊。最后40公里依旧是4级坡的绕圈，但相对于第1赛段来说，整体的爬升难度有所降低，那冲刺车队更加容易控场。今天比赛的85公里依旧是4名突围车手，荷兰邮政的孔博、捷克车队的朱尔詹森、科菲迪斯的原点山奥斯林以及阿尔凯亚的盖纳莱克。那此时车队之间的极端差距啊，在1分钟之内，并且还特意给了崔克米兰的镜头特写。毕竟昨天的赛段，崔克的米兰出现了短暂的迷茫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希望今天米兰能顶住赛段的压力。那好消息是，此时只剩下了一个2级坡以及一段4级坡的爬坡。那坏消息是，今天米兰的竞争对手是威斯马非常恐怖的红绿灯配色的新晋绿山天赋选手啊，温格高，属于是红色头盔、绿色骑行服、黄色车架，我只能说非常的合理。但是老实说啊，我们说正常的这个赛段啊，崔克的米兰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欧贝钦的范德普尔等这种类型的车手。59.3公里，突围车手在平均坡度6.9的2级坡爬升中啊，捷克车队的朱林詹森和盖纳莱克主动的向前去进攻试探，将孔博和奥斯林甩在了身后。所以在即将到达坡顶的时候，阿尔凯亚的盖纳莱克在坡顶上率先加速，通过2级坡的坡顶拿下了积分，但是并不够他穿圆点山的。而掉队的奥斯林两人在55公里被黄山集团追回，并且此时集团内的崔克的米兰啊，已经有点顶不住大集团在爬坡中的速度，在掉队的边缘疯狂的挣扎。那队友特恩斯呢，只能在前方等待将米兰接回。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环多菲内啊几乎没有冲刺手来的原因，因为没有传统的平路赛段，并且丘陵赛段的拉扯的强度，你也顶不住威斯马或者 U1 这种总成绩车队的提速。而且在经过2级坡后，你可以发现啊，前方的推车手的集团的差距被缩短了，只剩下20多秒，并且崔克的米兰也在这个爬坡中被拉掉了20秒。而此时崔克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团队的 TTT 轮换将时间追回。那刚好 U1 的韦伦斯啊也在这里啊，刚好搭个快车。我相信米兰经过今年的这个环多菲内啊，明年应该不会再来了。那视野回到前方，今天集团内的追击速度明显更快一点，也可能是大集团想要甩一下崔克的这个集团。那 45.3公里，前方的突围车手被追回，而此时崔克的米兰也刚刚回到黄山的大集团中。那按照比赛常规的思路啊，40多公里追回突围车手，那有2个极端情况会发生。第一就是集团内的车手疯狂的进攻，第二就是大车群啊主动的摆烂。而今天我觉得更加偏向于第一种。那 42.8公里，车群进入最后一圈的比赛，而此时只剩下一段4级坡爬坡，但是还存在一些小的起伏啊，控场的压力还是有的。18.9公里，在最后的4级坡上，荷兰邮政的8代主动的进攻试探啊，这一段的爬坡其实比较短，在这里进攻其实还是需要有很大的决心的。但第一时间里啊，黄山集团并没有车手回应他的进攻，对于8代来说没人进攻啊，那不妨就去前方试一试能不能拿赛段。而常规来说出现这种情况，那大车群内肯定是会想让今天拿赛段的这些车队去想办法追击，类似于欧贝钦、崔克这样车队。但是各位，今天 U1 追得非常的起劲，我觉得可能是为昨天的鲁莽情境赎罪。在比赛最后的10公里，8代依旧是没有能拉开时间的差距啊，被U1的韦伦斯带队追回，集团重新的统一。我们知道最后的冲刺对决即将开始，最后3公里 U1 依旧顶在前方，集团被带出了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集团的尾部英孚的本西利被率先的筛选出局，跟不上啊各位。而崔克非常艰难的想要重新控场，因为这会儿的速度有点太生猛了，那慢慢的将车手调到前方，企图找到机会控场。2公里，纳瓦埃兹依旧顶在前方加速，假模假式的以为要给波加查带冲，差点给我和崔克都吓坏了。但是最后的1.5公里，比赛重新回到正轨啊，前方只剩下了韦伦斯一人，那波加查终于是不装了，这是冲刺车手的赛段啊，你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最后900米，崔克重新掌握大集团节奏，米兰和范德普尔的位置都非常不错啊。接着冲刺即将开始，200米左右的标准位置，崔克最后一棒将米兰放出，点头哥直接开启标准化的点头冲刺啊，点的人非常的舒服，目测增加了下压力。而范德普尔在左侧已经没有了速度，而右侧的米兰还在点头。终点前，米兰以绝对的优势拿下了这个赛段的冠军啊，顶住最后的爬坡压力，点头还是非常稳定的。那第4赛段决出之后，米兰赛段第1，第2是莱特，彪哥依旧是老3。而总成绩这边啊，米兰通过减秒拿下了总成绩目前的第1，穿上了黄山，但和波加查没有什么总成绩之间的这个时间的差距。范德普尔由于2个赛段都拿到了第3啊，拿下了这个绿山，圆点山依旧是科菲迪斯的奥斯林，白山依旧是米兰，但第3赛段将会是旺地的雨果代川。6月9日，各位，环多菲内第3赛段终于来了，单日赛的最后机会啊，207公里的全长，爬升
升3036米，爬升难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尤其终点前那一段时间的爬坡，彪哥相对来说有非常大的机会。那错过这个赛段，那之后的赛段几乎就和单日赛和冲刺车手没什么关系了。那记得关注鱿鱼，不错过后续精彩赛事解说。